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质的营养失调是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。作者指出，当今人们普遍认为的均衡饮食方式，实际上会导致营养不良。这是因为这种饮食方式使人们无法摄入足够的身体所需营养素，而却摄入了过多不必要的东西。今天我将要介绍的书籍是《不依赖医生和药物，所有不适都能靠自己缓解》。那么，让我们马上开始。当有人问到均衡饮食时，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食物呢？例如，以下菜单是否符合你的想法呢？白米饭、味噌汤、烤鱼、沙拉、小碟菜。看到这个菜单，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顿均衡的饮食，不是吗？然而，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，这并不是均衡饮食。作者在书中告诫我们，如果继续坚持当今所谓的均衡饮食，我们都会陷入营养不良，因为这意味着身体无法摄入足够的必要营养，反而会摄入过多不必要的东西。说到营养不良，大家可能会想到摄入量不足的数量性营养不良。然而，作者所关注的营养不良问题是，尽管摄入的数量足够，但所需的营养却不足，而不必要的东西却过多。这就是所谓的质的营养不良。质的营养不良具体表现为糖摄入过多、蛋白质不足、脂肪酸不足、维生素不足以及矿物质不足。这些问题是各种疾病的原因。作者认为，通过分子营养学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疾病，自己可以治愈而不依赖医生。在营养领域，限制糖分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，出现了范式转变。范式转变是指一种思维方式、认知或理论框架的重大变化。这种变化通常会彻底改变人们看待问题或现象的方式。人们逐渐认识到，碳水化合物并非最重要的营养素，糖分过量是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可。基于这个前提，学习分子营养学以了解身体所需的营养素至关重要。许多人通过自学和实践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你应该主动学习如何保持健康，而不是完全依赖医生。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让我们开始思考营养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介绍以下主题：第一章是蛋白质不足会导致各种疾病；第二章是维生素和 ATP 的重要性；第三章是进一步加强健康维护和疾病预防的方法。让我们开始讨论第一章，即蛋白质不足会导致各种疾病的问题。作者指出，蛋白质是人类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，除了水分外，人类身体的约70%是由蛋白质构成的，并且不断进行合成和分解。因此，持续提供蛋白质对于维持生命活动和保持健康至关重要。通常，所谓的均衡饮食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蛋白质，而是以过多的糖分为主。这正是导致质的营养失调和慢性疾病的原因。作者认为，蛋白质不足会导致疾病的发生，因此，如果蛋白质供应充足，疾病就能够得到治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蛋白质就像一种自然疗法，可以自动修复慢性疾病。作者指出，如果继续遵循当今常识的均衡饮食方式，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蛋白质不足的问题。这不仅会导致健康问题，还会引发慢性疾病，甚至从中学生到老年人都会面临数十年蛋白质不足的问题。为了改善慢性疾病，必须改变饮食习惯，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。蛋白质不足会导致各种疾病，并带来许多负面影响。因此，请记住，缺乏蛋白质对健康极其不利，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可以治疗各种疾病。具体来说，为了维持健康和预防疾病，作者建议，即使没有特别的不适症状，仅仅是为了维持健康，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也不应及以体重乘以1克的最低限度，而应在一天内确保摄入体重乘以1.5至2克的蛋白质。对于处于生长期的中学生、高中生以及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，作者建议摄入体重乘以1.5克的蛋白质。
如果要从慢性疾病中恢复，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则应达到体重乘以2克。具体到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来说，3个鸡蛋含有20克蛋白质，200克牛肉含有30克蛋白质。因此，对于体重50公斤的女性来说，最低摄入量应为3个鸡蛋和200克牛肉；对于体重65公斤的男性来说，最低摄入量应为3个鸡蛋和300克牛肉。你应该计算并了解自己每日的蛋白质摄入量，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。作者认为，使用蛋白质粉补充不足的蛋白质是合理的。可能有人担心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对身体有害，因为他们可能听说过蛋白质摄入过量的问题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不必担心蛋白质过量，因为每天的安全摄入量上限为体重乘以 4.4 克。这意味着体重65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286克蛋白质，这是相当大的量。但实际上，几乎没有人会摄入如此大量的蛋白质，因此蛋白质过量的风险很小。你不需要担心蛋白质摄入过量，你可以根据个人的消化能力摄入能够吸收的最大量蛋白质粉。大多数人无法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。作者的诊所每天为患者提供2次各60立方厘米的蛋白质粉补充剂，每次约含20克蛋白质，每日2次摄入60立方厘米的蛋白质粉，有助于补充每日所需的蛋白质。即使每天只摄入1次20克蛋白质，也比不摄入要好。但要注意，摄入的蛋白质效果在几小时内会消失。作者认为，每天2次各摄入20克蛋白质粉是有效的。尽管每天摄入60到100克蛋白质会更好，但实际上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患者并不多。因此，治疗的目标是让患者坚持每天2次各摄入20克蛋白质的规定量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蛋白质粉让他们恶心，或者肠胃不适，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正确摄入足够的蛋白质。通常连续2到3个月后，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会逐渐提高，人们会适应每天2次各20克蛋白质的摄入量。作者建议选择一种高品质的蛋白质粉。接下来他将介绍应该选择哪种蛋白质粉。作者得出的结论是，最好的选择是乳清蛋白质粉。在临床实践中，作者发现乳清蛋白质粉效果更好。至于具体的品牌，作者表示使用任何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都可以，没有特别推荐的品牌。虽然强调了蛋白质的重要性，但仍有一些人无法喝蛋白质粉。如果无法摄入蛋白质粉，可以每天吃5个鸡蛋作为替代品，用鸡蛋补充蛋白质粉的不足。作者已经详细解释了摄入蛋白质的重要性。除了摄入蛋白质之外，另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是限制糖分摄入。糖分对身体有害已成为常识，因此糖分限制与蛋白质摄入应同时进行。如果你坚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糖分限制会变得相对容易。进行糖分限制意味着减少面包、米饭、面食和零食的摄入，同时增加肉类、鱼类、鸡蛋和奶酪的摄入。这样一来，你自然会摄入更多蛋白质。反过来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有助于成功进行糖分限制，因为蛋白质能够缓解对甜食和大量白米饭的渴望。蛋白质还会让人产生饱腹感，从而自然减少糖分摄入量。接下来第2章，作者将解释维生素和 ATP 的重要性。这是关于蛋白质的重要性的总结。首先，第一步是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接下来是补充大量的维生素，即所谓的大剂量维生素。摄入大量维生素非常重要，但如果蛋白质不足，进行第2步大剂量维生素可能会困难。因此，在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后，请继续进行第2步大剂量维生素。大剂量维生素也有一定的顺序。在开始补充大量维生素之前，首先要补充铁，特别是女性的身心问题通常与铁不足有关。解决铁不足的问题有助于更有效地补充其他维生素。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需要大量维生素和足够的矿物质，并提供一些摄入建议。
我想强调的是铁的重要性。铁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例如，许多抑郁症和恐慌症状都与铁不足有关。在作者的诊所中，给抑郁症和恐慌症患者补充铁后，他们的症状迅速改善。日本被称为贫血大国，但实际上，即使没有贫血，许多人也存在铁不足的问题，这被称为隐性铁不足。贫血的指标是血红蛋白水平，即使血红蛋白水平正常，体内储存的铁蛋白水平可能仍然很低。铁蛋白是一种存在于细胞膜上的与铁结合的蛋白质，可以将其比作钱财。血红蛋白水平相当于钱包里的现金，铁蛋白水平相当于储蓄。没有储蓄，难以维持家庭经济状况。同样没有足够的铁，身心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作者的诊所中，许多患有抑郁症和恐慌症状的女性，其铁蛋白水平都异常低。对于那些难以提高铁蛋白水平的患者，作者建议他们继续坚持高蛋白、低糖饮食。如果对女性患者说，请比您的丈夫多吃肉，他们可能会觉得不现实，但可以通过摄入蛋白质粉来支持。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后，建议开始服用铁补充剂。作者的诊所不推荐使用血红素铁补充剂，因为效果不理想。为了提高铁补充剂的吸收效果，建议与维生素 C 一起服用。关于哪些补充剂的选择，我会稍后详细说明。在此请注意，补充剂的重要性在于难以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铁，因此需要通过补充剂来补充。接下来让我们转到另一个话题。你们是否听说过 ATP 这个词？在高中生物课上学过的人可能熟悉这个词。ATP 是我们进行各种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，是体内储存、提供和传递能量的重要物质，因此被称为生命的能量货币。没有 ATP， 人类无法行动，可以比作机器运行所需的电力。ATP 对身体的各种活动，如运动、思考、呼吸、心脏跳动、消化和吸收食物、合成各种激素以及蛋白质都非常重要。ATP 充足意味着人们能够保持精力充沛。生物的能量代谢目标是根据需求制造 ATP。饮食中摄入的糖和脂肪的能量必须先转换成 ATP 这种分子才能被利用，而 ATP 不足会导致慢性疾病等问题。如果进一步缺乏 ATP， 就像停电一样，人们会失去行动能力，甚至可能死亡。现代的营养不良问题通常源于糖分过多、蛋白质不足、维生素缺乏以及包括铁在内的矿物质不足。这种饮食方式会导致能量代谢失调，进而导致能量不足，这正是 ATP 不足的表现。那么，如何解决 ATP 不足的问题呢？为此，作者提出了一种被称为 ATP 提升补充剂4件套的方案。这是一种有助于大量生成 ATP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组合。这是作者提倡的大剂量维生素计划的起始组合，也是基本组合。ATP 提升补充剂4件套具体包括铁、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解释这些补充剂的具体用量和选择。以下是 ATP 补充剂4件套每日的推荐摄入量：铁选择36毫克螯合铁，每日摄入约100毫克；维生素 B 选择维生素 B50，每日摄入100至300毫克；维生素 C 选择维生素 C1000，每日摄入3000至9000毫克；维生素 E 选择维生素 E400含 D-alpha 生育酚，每日摄入400至800 IU。这些剂量看起来可能有些复杂，但您可以通过相关等网站上搜索相关产品来找到它们。此外，作者的书中还介绍了根据性别不同而开始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方法。以下是详细说明：男性15岁以上在作者诊所初次诊断时，建议每天2次摄入20克的蛋白质粉，总计40克，以及维生素 B50、维生素 C1000和维生素 E400。这些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剂量一般容易被男性接受。大多数男性不需要额外的铁补充，
因为女性更容易出现铁缺乏。女性15岁以上在作者诊所初次诊断时，建议每天2次摄入10克的蛋白质粉，总计20克。如果您感到胃部不适或腹泻，建议将蛋白质摄入量减少至每天15克，分3次，每次5G。如果您无法摄入规定量的蛋白质，可能意味着您存在非常严重的蛋白质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您应首先确保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然后再开始使用 ATP 补充剂4件套。如果您可以单独服用铁和维生素，则可以开始这些补充剂。如果连这些也无法服用，则请继续优先补充蛋白质。您可能会觉得这些建议有些复杂，或者购买补充剂比较麻烦。然而，这些建议是作者多年营养学研究的成果，我们能够从中受益是非常幸运的。作者的诊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，但他认为，如果您按照这些建议执行，无需前往他的诊所，也能自行缓解不适。与亲自前往作者的诊所相比，虽然购买补充剂可能会有些麻烦，但总体上会更经济实惠。如果您希望自行改善身体不适，请认真尝试按照这些建议进行调整。在第1和第2章中，我们介绍了如何通过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来缓解各种不适，并在达到这一目标后开始摄入大剂量维生素。同时，我们还详细说明了具体的补充剂。接下来，在第3章中，我将进一步介绍增强健康和预防疾病的方法。这是一个升级计划，适合已经完成第1和第2章内容的人。这个升级计划包括摄入附加套餐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和硒，这些补充剂组合在一起，能够增强黏膜和皮肤的强度。同时，硒也用于预防癌症。作者认为，除了 ATP 补充剂4件套之外，如果能够实践附加套餐，就能在健康维持和疾病预防方面达到最佳效果。这3种补充剂与其他补充剂组合时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，可以同时服用。附加套餐通过增加脂溶性维生素的摄入量，强化黏膜和皮肤功能，因此它也适用于改善哮喘、花粉症和特应性皮炎等症状。附加套餐在预防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症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。下面是关于具体摄入量的详细说明。维生素 A 每日摄入25000 IU， 孕妇每天最多1万 IU。维生素 D 每日摄入1万 IU。硒每日摄入200微克。这些补充剂可以在相关等网站上购买。附加套餐适用于那些已经成功进行了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、蛋白质补充以及 ATP 补充剂4件套的人，旨在进一步加强健康和预防疾病。因此，请优先执行第1和第2节中的内容。附加套餐能够增强黏膜和皮肤的功能，其中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，而硒是用于预防癌症的矿物质。如果在第2章的基础上加入附加套餐，这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维持健康和预防疾病。今天的信息量较大，内容可能比较复杂，也可能涉及到一些您之前没有听过的话题。今天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些内容。最后，作者建议我们要培养自己查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因为依赖别人传授的知识可能在短期内有效，但长期来看，这种方法不利于自身的进步。遇到疑问时，应首先尝试自行查找资料来解决问题，培养这种习惯会更有益。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